5种被误解易坏的耐存食物，其实能放几十年。第一种你可能天天扔。我们总是被新鲜2字绑架，以为很多食物放几天就得扔，大错特错。很多你眼中娇滴滴的食物，其实是隐藏的耐存大师，它们的真实寿命远超你的想象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5种最容易被误解易坏的超级耐存食物，打破你的固有认知，拯救你的钱包，更能升级你的应急储备。第5名，鸡蛋。很多人以为鸡蛋放冰箱也就个把月，但你知道吗？在没有冰箱的年代，我们的祖先有各种方法让鸡蛋保存数月甚至半年以上。这其中的奥秘，首先在于鸡蛋自身精巧的防御工事。刚产下的鸡蛋，其蛋壳表面覆盖着一层天然的保护膜，称为角质层或护膜。这层护膜能有效封闭蛋壳上众多微小的气孔，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细菌的入侵和内部水分的过快蒸发。虽然蛋壳上的气孔是鸡蛋进行气体交换、维持生命所必须的，但在追求长期保存时，如何保护或替代这层天然屏障就成了关键。古人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封闭气孔、隔绝空气、减少水分蒸发的原理。他们会将干净的鸡蛋均匀涂抹一层融化的食用石蜡或凡士林，晾干后，这些物质就能形成一层人工保护膜，再存放在阴凉处。或者用石灰水浸泡鸡蛋一段时间后取出晾干，石灰能在蛋壳表面形成一层碳酸钙沉淀，堵塞部分气孔。传统方法还有用干燥的糠壳、谷壳、草木灰后包裹储存，这些材料不仅能提供物理缓冲，也能吸收少量湿气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隔绝空气。这些方法能大大延长鸡蛋的保质期。虽然新鲜度可能会有所下降，但作为应急时的蛋白质来源，仍然非常珍贵。第4名，苹果。大部分人觉得苹果放冰箱也就1-2周，但其实某些耐储存的苹果品种，比如富士、红星、国光等，如果在采摘时完好无损，避免磕碰，并且采用正确的储存方法，它们的保质期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半年以上。诀窍在于将每个苹果用干燥的报纸或软纸单独包裹，以防止水分蒸发和互相传染腐烂，然后轻轻放入箱子或篮子中，储存在阴凉、避免过于干燥、温度接近0摄氏度但不结冰的环境，如地窖、冷凉的储藏室或者冰箱的蔬果保鲜抽屉。但要注意，别和那些会释放乙烯催熟的水果，如香蕉，放在一起。定期检查，挑出坏果。第3名，纯净水。很多人看到瓶装水上印着1-2年的保质期，就以为水也会过期。实际上，水本身不会变质，瓶装水标注的保质期，主要是因为塑料瓶可能老化释放微量物质，或出于商业考量。如果你使用食品级的玻璃瓶或高质量的 PET 塑料瓶，彻底清洗消毒后，装入本身含氯率可抑菌的洁净自来水，灌满并迅速拧紧瓶盖密封，再置于阴凉避光处保存，理论上可以安全储存多年甚至更久。只需定期检查，如果水质出现异样、变色、有异味、有沉淀，则不宜饮用。第2名，面包干。很多人习惯了面包馒头的松软口感，一旦放了1-2天变硬了，或者买多了吃不完，就觉得不新鲜了，直接扔掉。这是巨大的浪费。而且看到面包馒头变干变硬，就以为是坏了。其实，干燥恰恰是延长它们寿命的关键。与所有耐存食物一样，核心就是去除水分，抑制微生物生长。新鲜面包馒头水分含量高，容易发霉，但只要将其内部水分完全去除至极低水平，它们就能变得非常稳定。制作方法超简单，选择无油、无糖或极少油糖的白面包，将其切成薄片或小块，在晴朗、干燥、通风的天气，将面包片摊开在干净的网架或透气的布上，彻底晒干或风干，直到变得像饼干一样坚硬酥脆，一捏就碎。或者用烤箱最低温度，如80至100摄氏度，长时间烘烤，中间翻面，直到完全干燥脱水。这样彻底干燥处理后的面包干，如果密封储存在干燥、阴凉的地方，如密封罐、真空袋，可以保存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坏，堪比压缩饼干。第1名，某些硬皮水果。那些表皮厚实、完好无损的橙子、柚子、柠檬、金桔和石榴，很多人买回来放几天就担心坏掉，但只要创造合适的储存条件，它们的生命比你想象的要顽强得多。它们厚实且带有蜡质的外皮，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，
能有效减缓水分蒸发和微生物入侵。选购时避开任何破损或擦伤，因为那会成为腐败的入口。尽量不要清洗它们，让天然的果蜡发挥屏障作用。如果非得清洗，一定要彻底晾干。将水果散放在透气的篮子或箱子里，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，也不要堆得太紧。如果环境过于干燥，不妨旁边放盆水来提高湿度。如此存放，柑橘类和石榴不仅能保持数周，甚至能延长到数月，依旧多汁芳香，远胜普通室温或冰箱冷藏的效果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这5种被误解易坏的耐存食物，哪一个最让你感到惊讶？或者你有没有独特的让短命食物变长寿的秘诀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脑洞大开，对你的应急准备有实质性的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